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迈阿密上海观天下频道。今天跟大家说个什么呢？好消息。本来呢，这期应该说什么呢？说我武统台湾系列战后重建篇。前两天发了勿为言之不预对吧？战前舆论篇。然后第二篇是解放军登岛战后肃清残敌，建立社会秩序那篇。今天应该继续发战后重建篇。但是我仔细考虑我还得仔细好好想想，不能粗制滥造，对吧？我得把自己当成国家发改委主任和台湾省委书记要有代入感，你知道吧？那这样写出的方案才有可行性，对吧？我们虽然是一营我们都是自己闹着玩，说我自己一家之言，但说出的方案要有可行，说不定对吧？咱们领导人或者哪个高层看中了，这个主意不错，采纳了，那不挺好吗？咱们对吧？为感忘忧国，也能为国效力，我挺高兴，是吧？我挺高兴我这个频道迈阿密上海观天下频道，我这个定位是什么呢？就是高质量尽自己的所能做到什么呢？高质量、有深度、有内涵根据国内外的公开新闻和事件来解读和分析。内部消息咱们拿不到，没办法，为各位老铁们抽丝剥茧透过表象看本质，不追求数量。我有些好多频道主一天好几期十几期也有。但是说实话，你数量多了，质量就下来了，这个没办法了，人的精力有限对吧？那这样呢，我才能对得起各位你们点阅我、点赞我、评论我老铁们，大家在稍安勿躁我尽我的所能把节目做好。做好了我就上传上传你们看得好有觉得自己有各抒己见觉得自己有其他的想法没关系，下面评论区写评论，我每天都看评论然后呢觉得好点赞订阅，好吧？那今天的好消息是什么呢？节目的标题叫什么你知道吗？中国第三季度 GDP 同比增长 4.9%。凤姐吐槽美国梦碎凤姐罗一凤对吧？那10年前的大网红然后呢，我在漫谈在美华人的现状然后最后什么？谁更有资格成为世界的灯塔国？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没有之一没有之一。这个好消息就是第三季度咱们中国的 GDP 同比增长呢 4.9%出口拉动的作用非常显著，各个领域低级产业原材料，主要是贵原产品还有就是高价值加工东西设备还有一个像什么呢？很多的欧美公司将大量的圣诞节前的订单，因为每年旺季，我就是做纺织品外贸的老外贸了每年9月份9、10月份甚至8月份，他提早下单，单量大嘛，就是下单然后呢10月份10月底10月份慢慢开始出货，贵从往美西飘，对吧？民主国家嘛，对吧？要扶持印度嘛，把单子下给他们，没想到印度不争气，对吧？第二波第三波不是 N 波了，对吧？印度纺织工厂好多纺织工厂裁员上千万。怎么办？没法及时交货了，欧美公司没办法了，都是品牌了，只能立刻把订单转给中国公司，还有包括印度人自己把单子发给中国人，到阿里巴巴网站上。哎呀，现在那帮人阿里巴巴那帮纺织公司开心死了，单子来不及做，主要什么纺织品、服装、毛巾床单床上用品占大多数。我跟你讲，好多工厂就说我排单子排到明年5、6月了，都来不及做，对吧？你说你要对吧？这个旺季到了，然后呢，从今年他们美国那边是3月份的，3月份疫情爆发到现在，你看6个多月了，他等于整整半年没赚钱，都在亏好多门店、好多品牌的门店都关了。那他就指望这个圣诞节旺季来挽回一点损失。咱不说赚钱，他就挽回损失，你知道吧？他是着急你知道吧？你看也是真的好消息吧？全世界一片哀鸿遍野，我们中国一枝独秀，我们各个领域都恢复正常了，人民生活复工复产全正常了。各国的疫情现在什么情况美国最新感染人数已经突破838万了1000万指日可待累计死亡超过22万4千人三哥马上要追上美国了，成为世界第一了754万7762例你看第二波来势凶猛巴西也厉害，也紧跟其后523万，俄罗斯139万140万了西班牙那么小个国家那么点人98万2700我靠，阿根廷97万9千，
哥伦比亚95.9万，法国也厉害，法国才六七多万人口，它累计确诊了个89.7万了，将近90万了。秘鲁86.5万，墨西哥84.7万，墨西哥人占总人口比例不高啊。英国厉害，英国72.2万，厉害。南非70万，伊朗53万，对吧？伊朗其实也，我估计是被我们那个医疗队弄去的那些东西控制住了，你知道吧？伊朗现在全靠我们了，没办法了。中国啊，那个你看，目前那个确诊数是449例，绝大多数是那个境外输入案例啊。青岛那个只有个位数，对吧？青岛是本土的是吧？无症状是个位数。然后呢，那个前2天对吧？1000万市民那个成功检测全部是阴性。我跟你讲，这个青岛那个1000万人啊，那个检测好多那个欧美国家不相信，说我们吹牛，嘿，那帮人那个酸呐，你知道吧？他妈的，哎呀，这帮人。没办法，就是跟我们的过去那个晚清啊一模一样，那帮人啊，我们是天朝上国啊，尔等罪而小过尔等蛮夷，我靠，谁蛮夷啊？真是愚昧无知啊！现在全世界全世界各国啊经济都全部严重衰退啊，全都负增长。都在吃老本是吧？本来已经手上没有多少老本可吃了，都吃了差不多，这连续几十年的高福利，哪有那么多那个资源给你们消耗啊？对吧？又不知道产出，对吧？美国除了那个拼了命了，我现在看美国拼了命的印钱、印钞票、炒股票啊，我去保持所谓的账面的那个繁荣。嗨，我跟你讲。你别看美国那个现在房市也开始涨得不错，对吧？股市全是他自己买自己炒起来的。看美国经济最主要什么？看美国的那个长期国债啊，现在美国10年期、20年期、30年期的那个国债收益率啊，都已经到了那个将近2个月的高位了啊。说明什么？美债就是玩金融都知道，我要稍微懂一点金融，就是长期美债的收益率越高，说明越卖不动。对吧？你收益率低嘛？你随便卖，我没有收益零利率，人家也买，对吧？或者怎么样，对吧？你收益率越高，你提高了收益率，说明什么？人家都不要啊，那我就加利息，再不要我再加利息，就这意思。很简单浅显的，很容易懂，对吧？我跟你讲，再这样下去啊，美元将不得不就是不可避免的，就是什么大幅度贬值啊，大幅度贬值就它虽然是世界货币啊。然后它可以通过那个输出通胀，对吧，来平抑自己国内的通货膨胀。但是长此以往，我跟你讲，美元前景堪忧，美元一崩溃完蛋了，美国就没了。我跟你讲啊，不用打仗，美元完蛋它就完了。我再说那个疫苗的事啊。那个前几天，美国那个强生啊，强生公司暂停了他自己目前在研发的一款疫苗3期试验，因为接种者出现了不明疾病啊，也说不清什么病，不行，就是很严重的啊。包括前期那个英国建强的阿利斯康，也是那个3期临床在美国那个找那个义务那个接种小白鼠，对吧？那个啊也被停了，也是出现那个不明原因的严重的后遗症啊，那个并发症一样后遗症啊。然后呢，那个马丹娜3期试验，对吧？好多人，美国政府投了多少？10亿、5亿还是12亿美元？川普投的，希望他在那个11月3号大选之前出来，根本不可能啊！马丹娜3期试验人数都没凑够，然后现在都好久没有听到那个3期临床试验的消息了。我估计没戏啊！我估计我第4期做了一个那个中国疫苗领先世界，大概率率先上市那个节目里面，我就预言了，我就说中国肯定是第一个上市了，对吧？那美国人是最早就是4、5月份最早了啊！国内啊前2天，浙江的嘉兴跟义乌已经开始公开对外那个接疫苗了，接种了，是那个北京科兴生物的啊。也不贵，200块1剂，一般人可以打2剂，打2剂400块，保100%啊有防护力。轻微的那些头晕啊，轻微的那个发烧，其他没大问题啊，那个副作用对吧？那不像他们那个像生了一场大病要死了一样，那这种美国、英国那种疫苗不能用的，要死人的。这个世界啊，我跟你讲，不怕比较，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啊，对吧？这个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啊。全世界各国那个疫情继续蔓延，好像全国这是第3波了呀！我不管它几波，对吧？前途黑暗，看不到拐点啊！那我跟你讲，全部眼巴巴的哭着喊着，就是等着中国的那个新冠疫苗早点上市，去救他们命了。我讲现在中国大陆是全世界唯一安全的一个最安全的乐土啊，安乐的乐土啊。
全世界经济唯一一个保持正增长的，对吧？我们那个全世界各个领域，生活、生产什么、学校什么，全部已经恢复了正常了。我跟你讲，真是30年河东河西，真没想到啊！我回国10几年，我00年回国的。当时美国那个08年不是金融危机嘛，当时已经我就感觉不行了，但是我没想到其他还可以，除了金融危机，就是那帮华尔街自己把自己玩得太嗨了，我玩得过分了，当时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我就不喜欢，我觉得我不属于那边，你知道吧？虽然那个佛罗里达、迈阿密真不错，我跟你讲，哎呀，那个气候也好，风景也好，靠海滩，但是我不喜欢那边啊。我跟你讲，上海人啊，那个包括我们中国大城市出来的人喜欢热闹，那个鬼地方，我跟你讲，哎呀。以后再说啊，我接下来再说罗一凤咱们的凤姐啊，最近网上啊流出了一个凤姐的那个短视频啊，她那个当年呢10年前啊，拿着那个美国的那个旅游签证啊，那个到美国去了啊，然后呢就是说。整个视频看下来什么呢？就是他自己都吐槽，没有合法身份啊，生活很不如意啊，只能在黑人区的那个美甲店去打工，帮人做着那个美甲，我靠，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对吧？看不到希望，前途渺茫啊！来美国前的那种对美国们的那个幻想全部没了，哪里有幻想？能活着不错了，对吧？啊，所以我估计他一肚子的怨恨啊、懊恼、后悔啊，那无处可说。在美国那个鬼地方很孤独的，平时大家都忙于生计或者怎么样，很少有人跟你交流，你知道吧？包括华人啊，所以呢，我估计他拍了个视频。就开始吐槽啊，美国这个那个说什么生活有时候华人还不如狗啊，移民改变不了阶级，他妈的他现在谈阶级了，我靠，当年他在网上都骂国家骂那个共产党骂多厉害啊，对吧？然后美国梦难做啊，大部分人去美国的华人呢，英文又不好，没有专业技能，也没什么钱啊，为了谋生只能去中餐馆做苦力洗盘子。做对吧？没错啊，我那边我太了解了 ，bus boy、bus girl， 什么叫 bus boy、bus girl？ 餐馆里面就是做那个杂务工啊，那个洗碗，那个打扫清洁，然后客人走了，你去那个 waitress 就服务员，他不打扫了，然后你去清理桌子，哎呀，手上那个臂上拖。一叠加一叠加一叠，哇，好厉害啊！体力活，然后还拿不到小费，90%以上全是那个 waitress 拿到，因为 waitress 没有工资的，全靠小费过日子，你知道吧？哎呀，我跟你讲，每天都是跑步啊，站着工作10几个小时啊，那个凤姐自己吐槽说，她有个小姐妹啊，女的啊，就是把那个裤子撩给她看，那个小腿那个静脉曲张，血管全爆出来，黑颜色了啊！我跟你讲，这个等于已经半残废了，就是她自己说，就是做5、6年就不能再做下去人就不能走路了，完了，你餐馆能赚多少钱一个月？3000块美刀。我靠，在美国3000块活得很艰难了，我跟你讲，好多东西都很贵的，别以为3000块美刀哇，2万将近要1万多人民币，现在我靠那个鬼地方啊！然后那个还有他说小姐妹20几岁啊，本科毕业的小姑娘，为了没身份也是黑下来了，为了绿卡嫁给那个中餐馆那个里面那个一个厨师，对吧？那个老光棍啊，没文化，小学毕业大概，对吧？48，20几岁加48，没办法，人只能嫁了，为了绿卡嘛，对吧？但我跟你讲啊。他还说什么啊？在美国那个有绿卡没钱过不下去，有钱没绿卡也过不下去。没错啊，因为那个有钱没绿卡没身份，说华人其实老华人老移民还看不起你新去的移民呢。哎呀，中国人有时候真，我跟你讲不团结，你知道吧？人太多啊，什么鸟林子大，什么鸟都有，受人歧视。没有，特别是没有身份，没有那个社会安全号码 （social security number）， 这个社会安全号码非常重要。你有了这个号码，等于像中国的户口一样啊。你有了这个 social number， 你可以去办那个驾驶照。那个考驾证，你没驾证，在美国驾证就是身份证，你没驾证，银行户头没有 social number， 没有那个驾证，我没法开银行去开户，没有支票，没有银行户头，你只能用现金收现金，你知道吧？很麻烦的，保险也不能买，我跟你讲，哎呀，好多事情不能做了，没黑下来也想得到没有？哎呀，我跟你讲，哎呀，实在是，在美国要有钱有身份。
有名校，最好是那个 Ivy League 啊，那个常春藤的，或者那个一些那个公立的有名的公立的那个西北大学或者怎么样，那个伊利诺斯大学那种公立的有名的大学出来，那个最好是那个 master 对吧？硕士本科也行，然后呢还能找到好的工作啊。然后你才能获得当地美国人的认可。那你确实，如果你有身份，你有名校的学历，找到一份不错，就比较体面的工作 ，decent 对吧 ？decent job，钱多钱少呢？另说人家还会比较看得起你，这个也说。但是你能做到达到这些条件很难的，特别是那些名校的学费都很贵。我跟你讲，私立学校不说了啊。公立学校，美国的公立学校相对是很便宜的。对不起，你不是那个公民，你没有绿卡，那个 international student 对吧？国际学生那个学费是那个有绿卡或者是公民的多少倍啊？贵的要死，就宰你外国人，怎么了？对吧？那没办法，你哭着喊着要去，就是被人宰啊，就是被人宰。那我跟你讲，凤姐巴拉一大通吐槽啊。就是那个以我在美国多年工作生活多年的那个经历来看啊，他说的大部分都是事实，绝大部分可以说全部是事实啊，一点没撒谎，没夸大，就是事实啊。看得出他心情不是很好，因为连续10年，就是现实生活跟那个自己的梦想差了太多了，一个天一个地。我跟你讲啊，那怎么说呢？就是说美国社会是什么时候？我00几年我就一直没变过，它是阶级固化，普通人草根没有上升通道，钱很难赚啊。我指钱难赚是不是那种赚生活费，就是说你要赚点钱啊，那个赚了相对多一点的钱，很难赚了。我跟你讲，不像我们国内啊，你是说网红的直播，你轻轻松赚个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都没问题，对吧？啊，在美国你想都不想啊。这种好容易赚快钱的那个事情，早被那个利益集团给垄断了，你知道不？所有容易赚快钱的，全被利益集团垄断了。我靠，人际关系冷漠、虚伪啊、阴暗，就是让那个凤姐存在于她满脑子幻想之中那些美国梦彻底破碎了。我讲人就是这样，一定要经历过之后才知道原来所拥有的那些东西是多么的宝贵啊。我这里先简单说一下凤姐的那个来龙去脉啊。凤姐10年前，2010年靠着那个草根的无知无畏的盲目自信和某些大胆那个言论，一般人不敢说，她敢说，对吧？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我怕什么，对吧？共产党也不搞他，对吧？加上他国内呢，那帮带路党，10年那个舆论环境是非常是，我可以说反斗也好，我可以说是比较极右也好啊，就是那帮公知带路党不得了啊，包括国内的那些那些 NGO 组织啊，全是背后有资金那个 NGO 组织，包括 CIA， 包括台湾那个情报部门支持的。你以为那帮带路党公知他们不给他们钱，他们吃饱了？那个对吧？为他们那个摇旗呐喊啊！那帮反华势力的那个联合大力吹捧之下，那个凤姐参加了好多那些无聊的搞笑的选秀节目。为什么我说无聊搞笑呢？因为她的形象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你知道吗？但是不管有人有人吹捧，有人炒作，就能红啊！她就能迅速的红遍网络，成为10年前第一代网红。那她可以说那个网红界啊。那大姐大了，后面的出来的网红都是他了，后面那小资辈他是大姐大第一个，你知道吧？我跟你讲，然后呢，他当时有不少那个商家找凤姐代言要给代言费了，不少钱，10年前，就是他赚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然后呢，人就开始膨胀，人一有钱，他妈的，就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对吧？女人有钱就怎么说啊？我对吧？也变坏。我跟你讲，就开始膨胀了，你知道？人不能太有钱，一有钱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知道吧？搞不清楚啊！你有几斤几两，人就膨胀了啊！然后呢，就那个，据他自己说，他是什么大专，我忘了什么大专，什么学校啊？学校好像没说，不敢说啊。有一个大专文凭，但我根据他过往的言行，我看他本人没有什么文化啊，看的书也不多，头脑简单，容易被忽悠啊，被那帮那个带路党公知一番操作，一番骚操作忽悠啊，然后就满脑子的向往那个民主自由的灯塔国啊，
2010年，拿着旅游签证就去了他心中所向往的那个灯塔国，对吧？美国去了啊，幻想着啊，美国是那帮无良公知和带路党口中所吹嘘的天堂啊，遍地黄金啊，到处是民主自由，对吧？想什么说什么，没人管，连空气都是香甜的。老铁们，这句话熟悉不熟悉啊？那个也是有个段子，对吧？这句话是谁说第一个说出来呢？是那个毕业于美国的马里兰大学那个中国女留学生，叫杨淑萍啊。她是一个典型的那个崇洋媚外的跪舔派啊，跪舔派。那个马里兰大学那个毕业之后呢，他本来以为，他那个公开毕业典礼上公开那个跪舔美国，他就能那个留下来有身份因为找到工作就有身份，就去申请那个什么，那个我忘了哪一个类1:3还1多少，我忘了哪个类别，好久没关心这个事儿了，对吧？然后呢，他工作没找到，没人要聘请他，因为他好像是念的本科吧，好像不是研究生，然后怎么样？他想回国，然后又不好意思回。当年他说的这句话被网上传来，到处都是啊。他没脸回来，我估计他父母给他讲，你别回来了，你外面随便走。然后他混到韩国去了。你说韩国那个鬼地方，那个比肩比使那个小地方，虽然韩国那个经济发展不错，但是那帮人也非常排外的。你以为啊？很排外的，他混得不好啊。然后据传他现在这2年混得不如意，又想回国了。我估计他回国也没前途啊！这种等于是出卖国家尊严啊，出卖国家和民族尊严的那帮人，他还没上升到卖国贼啊，就是出卖国家尊严跪舔派啊，没前途，你知道吧？又出名了，你说谁敢用他，对吧？说实话啊。如果凤姐当年稍微聪明一点啊，或者来咨询我啊，咨询我那个迈阿密上海，对吧？她10年出国，我00年回国了。如果她能有幸认识我，来咨询一下我，我跟你讲，她就不会被那帮公知带路党去忽悠去美国了去的，你知道吧？那么留在美国留在国内继续当网红捞钱，我跟你讲，她10年她至少能捞几千万，上亿都有可能啊。那个现在那个网红如火如荼，抖音那个什么那快手，对吧？不得了啊，对吧？然后还方兴未艾呢，你知道吧？上亿都有可能，毕竟是第一个网红，有示范作用，对吧？又是大姐大，对吧？我估计他现在悔的肠子都悔青了，但是这个世界上没后悔啊，后悔有什么用呢？对吧？然后呢，还有什么？我估计他为什么不回来啊？据传。他在美国了，那黑下来，签证过了就没有合法身份就被黑户口了，对吧？但为了拿到绿卡，他当年国内还算比较风光了，对吧？又不想委屈自己去下嫁给那帮没有那种中餐馆干了几十年的那帮老光棍，又不想那个嫁给那帮老光棍，对吧？又没文化，他自诩自己有点文化，对吧？大专的，对吧？但是他自己又不懂英文。不懂英文呢，你没法去忽悠美国人，美国公民就是美国白人，他没法忽悠，更没法跟人结婚了，就是拿绿卡必须要跟美国公民结婚，跟拿绿卡的人结婚，你至少等10年啊，要跟美国公民的人结婚，然后去移民局这个file交材料，然后至少排队，然后怎么样，然后OK 一切都没问题啦啊，然后给你一个2年的临时绿卡，2年之后看你那个巴拉巴拉好多资料账单啊什么生活照啊乱七八糟OK 移民局再面试interview 面试一下OK 了，放一张正式的绿卡，对吧？那他没办法去不懂英文啊，那凤姐不懂英文啊，她长得好看难看咱不说，美国人好多欧美人就认为我审美观不一样，我们中国人觉得哎呀这么难看，他觉得哎呀非常那个东方了，东方美就这样对啊，跟我们审美观不一样啊。他没办法怎么办呢？他就去参加了那个法轮功组织的那些抗议活动啊，就是每天啊。法轮功啊，到组织一帮人到那个中国领事馆大使馆门口举牌子啊，去抗议啊，举牌子去抗议，对吧？那么每小时呢发工资啊，每小时据说是20块还是25块1小时，每天能工作5到8个小时等于去上班了，对吧？也好，那为什么那帮绝大部分的法轮功举牌子那帮人都是黑户口，没工作，也没身份，也不想吃苦，或者打工打了太辛苦了，也赚不多少钱，你就举牌子也能拿钱，不是挺好吗？对吧？虽然对不起共产党或者卖国了或者怎么样，他才不管的，他为了先活下来再说，你知道吧？好。所以，然后呢，还有个什么好处呢？你门口举过牌子吧，然后叫那帮里边人帮你拍几个照，然后呢，你凭了这张照片，
作为证据，作为就是反抗中共暴政啊，去那个抗议那个中共那个你做出过行为的那个作为证据，然后用这个东西去申请甚至政治庇护，对吧 ？political asylum。然后我跟你讲，这招太 low 了，这招人家好像是89年对吧？64那帮人搞过的，然后89年到现在90年，30年了，然后过了10年吧，20年前00年左右，还有用啊！那帮福建的那帮那个温州的啊，福建的那帮乡下山里面的好多人靠这个混到绿卡了，说实话，对吧？对吧？但你不能让被美国移民局发觉你回国啊！你不能，你回国记录，万一被他们知道了，要取消绿卡的啊！因为你是政治难民啊，你是申请政治庇护的啊，中国给你迫害，你还回国干什么？对吧？被他知道了，有人很难，中国人跟你讲，就是老移民欺负新民，他跟你有仇，他拿你没办法，看你去申请移民那个混到绿卡，他去举报你啊，写个举报信网站或者那个写个信到那个知道你具体情况了，移民局一调查。绿卡我听说过好几起了，我操，真他妈，哎，我跟你讲，这招太 low。美国移民局啊，被那些假的政治难民骗了那么多年，对吧？再傻也学精了，你知道吧？因为假的总归是假。你门口就中领馆、中国领事馆、大使馆门口举个牌子，就说明你受到政治迫害了，就是怎么样了？妈，美国人一开始是傻，傻白甜，现在不傻了，也学精了。因为中国人靠这招去骗那个绿卡的太多了。然后呢，后边的好多人还不知道的深浅，再去玩这个，然后谁赚钱了呢？那帮移民律师赚钱了，因为你去搞，你又不懂英文，你也不懂要叫什么材料，走什么程序，对吧？然后怎么样，就聘请移民律师，还是这个中国的啊有身份的过去老移民那帮那个中国的移民律师那帮人，我靠，真的赚了不少这种黑钱啊！我跟你讲，好，那么现在。收紧了啊！川普政府上台后，对全世界全部说明移民政策，移民那个配额，对吧？再考这个去中领馆门口举牌子啊，怎么样？这好事再也没了，不可能再也没有好事了啊！所以凤姐到现在还是黑户口，没有合法身份没有那个 social security number， 没有社会安全号码，没有保险，没有驾照，什么保障都没有不敢生病啊！一生病不得了，我跟你讲啊，不敢，还好年轻啊，年轻一般不太会生病，小毛病买点药吃就扛过去了，很多就是国内带过去的药自己吃，实在不行就到那个 CVS 对吧？他们那边的那个药店他们那边药店买那个药要医生处方的，也很烦啊。他什么的，然后他做着最低等的伺候人的工作，在黑人区的美甲店，要那个女人指甲上那个套那个套子，还要那个用那个什么气体烧，这个气体有毒的，他每天闻到若干年，那个肺好像也不行了。我跟你讲，他自己说的那个视频里面。我跟你讲说，跟那个当年他在国内当网红的那个大姐那种风光无限啊，那我跟你讲，这是冰火两重天啊，冰火两重天。那你说他傻不傻啊？你说他能不后悔吗？这个但是是没后悔啊，是吧？现在凤姐算是想回去啊，我估计也有问题了，对吧？那个什么问题呢？因为我估计他护照早过期，一般护照5年期的，对吧？护照那个一过期呢，你要回去必须那个让护照那个 renew 嘛，那个再就是更换护照，你要去中领馆吧，你要去大使馆更换护照吧。那你在门口，我跟你讲，你只要在那个中领馆或者中国领事馆的那个使领馆门口举过牌子了，都有记录啊，都拍照了。拍照肯定是，然后那个资料传回国内，现在都人脸识别，都几秒钟的事情，对吧？那你去换啊，你去换那个中领馆能让你换吗？你就留在美国吧啊！你不是喜欢美国吗？你就留在，你回国干嘛呢？对吧？那我跟你讲比较麻烦。那我现在出一招啊，出什么招呢？我现在给那个凤姐出一招什么呢？她自己就是情深意切的写一份那个真正的悔过书啊，那个错了，我年轻，我当时受人蛊惑不懂啊，对吧？然后到门口举那个牌子，然后呢自己呢做个视频啊，声泪要哭啊，声泪俱下啊，哎呀那个演的就演戏演的真一点，然后呢拿了那个书面的东西，拿了那个视频。到那个中领馆或者大使馆去换护照的地方，你就去就像投名状一样，我错了，我认错了，放过我吧。那我不知道啊，就是说我乱猜，万一就是咱们有关部门觉得，哎，你凤姐还算当过气的网红，也算有点小知名度，对吧？哎，
算了，就是咱们做一个反面教材啊，浪子回头金不换，对吧？有可能就是放他一马，然后国内顺势叫胡锡进之类的，或者司马南，对吧？花那个不是正规的媒体，就是那些司马南之类的啊，就是说把弄吹捧一下，就宣传一下，有可能他能是那个咸鱼翻身啊！哎，一下人家一看呀，凤姐回来了，哟，认错了，认错也是好同志，对吧？也是人民内部矛盾，然后还有利用价值，那自然有。那个商家代言或者某些平台或者叫他去直播，对吧？有可能他慢慢再缓过去了。我跟你讲，这是他唯一的一条路啊。如果他执迷不悟就这样，在美国天天说没讲，我估计啊，哪天生肺炎完了，或者这最近在美国或者一不小心感染上那个新冠病毒了啊，也嗝屁了，对吧？我讲美国社会的情况现在是什么？阶级固化很严重。那个社会的所有的领域被一些利益集团牢牢把控，我跟你讲，比如什么军工复合体集团、石油产业利益集团、华尔街利益集团，对吧？比如华尔街，比如那个还有那个著名的99运动，对吧？99%运动，他主要反抗华尔街那帮金融资本集团的，对吧？运动发起人是查党，名字我忘了，那个查党那个为首的几个人，后来被那帮华尔街那个资本家结合美国政府把他们全部抓起来了，抓了好多人啊。你看喷胡椒粉那个好多国内都有照片啊，喷胡椒全抓掉，为首的好几个都莫名其妙就死在牢里面了，真黑啊，就死了，把他们干掉了，怎么办？包括那个叫什么黑豹，美国当年的毛派那个60几年那个黑豹那几个人也被他们干掉了，没办法，我跟你讲，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是全社会的资源分配严重分化。严重分化啊！有钱人越来越有钱，穷人越来越穷。穷人而且是占绝大多数的啊。他们再难出柜子，上升通道关闭，教育费用你穷人想改变阶级，你必须得受高等教育，好的高等教育，好学校，高等教育大学学费贵的要死啊！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对吧？他自己都说了，他是哈佛法学院的还是那个耶鲁法学院，我忘了。他申请学生贷款，大学毕业然后做律师，他自己好像到43还是44岁才把那个学生贷款还清。他们学生贷款利息多高，你多黑啊，12%年息啊，年息12%啊。我们国内学生贷款据说是免息的，还是1点几，很低很低的。中国的真是有良心啊，这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美国的学生贷款12%，记住啊，这个数字，要实现阶级跨越很难很难。我在这里说一下啊，有一个出生在俄亥俄州的那个铁锈地带的一个考入那个艾维利克的长春耶鲁法学院的那个人啊，叫万斯，他写了一本书叫《乡下人的悲歌》，向我们描述了美国底层的真实生活啊。他怎么说的啊？他说他们中的有些人曾试图杀人，其中有的还成功了。有些人曾在身体上或精神上虐待自己的孩子。许多人啊，曾经或者现在依然滥用药物啊，那个 abuse 对吧 ,drug abuse， 他们不是什么恶人，他们只是一群寒门的乌合之众，一直在挣扎的前行，看不到希望就颓废，就破罐子破摔了，你知道吧？把我带大的外祖母、外祖父连高中都没毕业，而我的整个大家庭里面上过大学的人才有1-2个。包括他自己啊，各种各样的那个社会统计显示啊，像我这样的孩子前景暗淡，他是属于孩子那个美国白人里面的那些穷人，就是乡下人啊，乡下人因为我忘了叫哔哩哔哩，我忘了叫什么，我们当中那个他是我们当中的那个一大帮的那帮穷人里面算幸运的一个，考进那个耶鲁的那个法学院，对吧？可以不用沦落到接受社会救济的地步，而那些不幸的则有可能死于过量的服用海洛因或者可卡因，对吧？他那个小镇啊，他那个俄亥俄州的那个小镇啊，仅去年就有几十个人因为那个过量使用毒品死了就死了啊！那帮美国乡下白人都如此遭遇啊，更别说黑人、亚洲人和其他有色人种了，对吧？没办法啊！我跟你讲，万斯说的一点没错，因为我当年在美国的时候啊，我跟你讲，我在迈阿密，我过去是那个做贸易嘛，对吧？我开车啊，我只要出去，几乎啊每天我马路上开，他好多路口不是停嘛，一到路口停，有一帮人啊，10几个至少就举着牌子，拿那个碟子，那个
有黑人也有白人，还有其他咖啡的那些人都就是说举牌子特别多啊。他说什么 I'm hungry 我饿了 I broke 我破产了，对吧 Need help 我需要帮助。那些人浑身呢散发的那种臭气啊，几个月没洗澡了，你知道吧？迈阿密那边很热的，就是等于是热带了，大冷天都要开空调，你想哈，都27、8度了，对吧？人那个面黄肌瘦，神情沮丧，眼光黯淡，一点没有生气。我是零几年啊，我02年去的，反正02年都有了，我06年回来了。你看一下，4年我几乎只要开出去，几个主要的街道啊，小街道没人，那个车辆流量少，主要大家都是这样。06年我回来，好多人不相信啊。一点没有生气，全是一堆行尸走肉啊！我跟你讲，零几年美国这样，现在美国这种情况更多。我跟你讲，里面很多是因为什么？主要是因为吸毒，因为吸毒了，然后破产了，然后贷款好多那个贷款还不清啊，银行他那个房子好多都是 mortgage 的，都是那个房子抵押贷款了或者其他的借债还不出来，好，房子被银行没收了，赶紧走人，把你赶走啊！老婆跟你拜拜了，对吧？孩子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了，他就流落街头 homeless 没有房子了，就今天到处美国好各大城市这种人很多的，我跟你讲，白人也很多。好多白人都是不错的，原来对吧？都是上过，甚至有上过大学的，还有那个veteran 老兵。我靠，那个社会我跟你讲，哎呀，然后呢，美国政府从来不管他们啊，认为他们是 loser 啊，失败者，对吧？我跟你讲，美国是自由的，是吧？你有当 loser 的自由，对吧？你有流浪街头的自由，你有吸毒过量而死的自由。我跟你讲啊，我当年回我就跟所有身边的亲戚朋友说，我说别去美国，别移民美国，没意思啊，那边不是你们想象中那样啊，不是那帮那个公知啊，那个带路党所吹嘘那样美好啊，好不像好莱坞电影里面放出那些东西啊。但是好，100%的人听了不信。他就认为我乱说，我认为我酒喝多乱说，哎呀，我或者有些人不方便跟我那个反驳，我就让他笑笑。那好多人，包括我生意伙伴啊、大学同学啊、朋友啊、亲戚啊，好多人，包括他们孩子啊，移民美国举家，有些人甚至举家投资移民，哎呀，兴奋呐、开心呐、到了新世界了，新大陆，哎，这不是17世纪啊，这是那个21世纪啊，17世纪你去我恭喜你，我跟你一起去了，对吧？夸洋渡海，那个成就一番人生。你他妈现在好的地方全被占了，你哪有你玩的份儿啊？卖房子、卖股票、卖公司、卖店铺，把事情全卖了去了。现在看了，全傻逼了。我跟你讲，我跟你讲，移民到5亿人联盟的国家全是白痴，全是白痴啊！哎呀，我跟你为什么？最主要那边很难赚钱，社会那个各个方面呢，和国内有很大差距。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就是大城市过去了，有那个吃了不说，吃就不说了啊。美国的那帮白人啊，很烦的，比我们国内那帮那个所谓的那个居委会红袖的那个朝阳大妈还要烦。当年我住迈阿密，我那边我一个人嘛，我没买那个大 house single house 没意思，那个房产税也贵，我买那个 condo 啊 condominium 就是那个公寓啊，然后呢公寓的那个3层楼很漂亮，英式的尖顶的，我靠我看占地很大，里边我跟你讲像公园一样。我那个公寓就3层楼，我在2层啊，带阳台的，啪出去阳台下面就是一个小草坪，小草坪过去一排那个棕榈树，再过去一条河，碧绿的水，上面野鸭子、王八啊、甲鱼，哎呀还有其他好多啊，然后一条河小河对面就是一个大的那个高尔夫球场，太漂亮了，我跟你讲，但是我就不喜欢那边，我不属于那边，你知道吧？我跟你讲，然后呢，我当时我不是做买卖做生意嘛，国内那个迈阿密2头跑，我把那个车停那个小区，就是每一栋楼下面都有那个停车位，就是说你是这个2B 2C， 你这个上面2B 2C 就停在这，我停好，我没有违反规则。我靠！我有一次回来发现，我那个车怎么没被人偷了？我找那个物业管理，我说，哎，我那个车怎么没了？他说，哦，你是那个谁，那个多少的那个是？我说是啊。他说，那你那个车牌，美国的那车牌呢，就是汽车牌照啊，它是那个
不要求前面有，我们上那个中国不是前后要牌照，他不要求前面有，他要求后面必须要有啊。那个牌照上面呢，就是每年要有那个 tag， 就像那个年检标志一样，那个 tag 贴在牌照上外面啊，贴在上面。那么我忘了，或者那个这个不大坏事儿，那个过期了，我到时候等我回来，我再去那个 renew 一下。不行，那个邻居那帮白人，我靠，吃饱了饭没事做，他就到物业管理去告来，他说这个车牌号几零几了，这个谁2C 的啊，那个这个车过期了，我过了1个星期了，一般我回国都是1个月以上，过了1个星期了还没有那个去 renew 啊，去那个续，然后叫那个物业管理叫那个拖车公司把我那个车拖走了，那个停车场一停，我靠，我搞掉我大概1000多少美刀，我忘了，将近2000美刀，好贵啊！停车费贵，我后来才搞清楚，我那帮美国腐败，我跟你讲怎么腐败啊？他那个物业管理的跟那个拖车公司都有勾结的，嘿嘿。然后我后来才知道勾结的，然后给回扣了，你知道吧？我靠，美国多黑啊！很多人不信啊！哎呀，美国多那个清廉呐，多那个民主，哪有这种事？这个中国贪官遍地，我靠，美国到处都是，你知道吧？很多人不知道啊。好，现在我再说说咱们在美国华人的现状和前景。根据美国人口统计资料，2018年底，在美华人为440万左右，其中40万左右是留学生。在美国的华人一般分为以下几种啊：一，留学生，对吧？那个现在我跟你讲，特别是10年以后吧，很大一部分学生一般都回国了，国内机会多啊，找工作容易找，又没语言障碍，没身份的问题，钱又不比美国少。我靠，国内那个多嗨啊，多热闹啊，谁他妈到那个鬼地方啊，对吧？然后人家又不待见你，把你当外人。现在你看川普又开始排华了吧，对吧？白人至上主义怎么样？你看我做了3期啊，关于美国排华的那个节目，有兴趣的老铁们去看啊，我说的非常详细啊。排华法是怎么形成的，对吧？现在美国是什么情况？前段时间有个视频，有个美国新兵，海军陆战队的，对吧？说公开放视频啊，在油管还是在哪里啊？就是说你们那边Chinese，他们叫 chink， 对吧？那个贬义词啊，我看到一个有1枪1个，给你一个5.56，就5.56，他们那个北约口径5.56口径的子弹，一个看到你一个这 chink 就一个5.56，一枪1个，我操，就这样公开说的，你知道吧？这东西我跟你讲。他说留学生肯定回来啊，别在待在那边看。前段时间川普又要赶走留学生，我靠，这种话他都说得出口啊！你他妈，你收了学费，你退不退啊？都要牵涉到好大的诉讼官司啊，你知道吧？好，这是第一种。第二种，过去若干年以非移民方式去美国预期滞留啊，黑下来没有合法身份的，用旅游签证啊、商务签证啊、访问学者啊、交流学者啊等非移民签证去美国的。那个绝大多数这帮人数量很多，绝大多数就像凤姐一样，混在那个美国社会的最底层啊，做着最辛苦的工作，拿着最低的工资1个小时就15块美刀。当时我记得我当时是12块，现在涨了一点，15块好像最低啊。文化层次低，对吧？不懂英文啊，在国内多数都是初中毕业，最多是高中了，对吧？对吧？英文除了26个字母会说，其他什么都会，对吧？只能干中餐馆啊，还干最低档的，对吧？那个清洁工、bus boy、bus girl、waiter、waitress 做不到，拿不小费啊。那么或者到华人开的那个工厂或者的那个什么店铺去做黑工啊，给最低的工资，甚至低于最低的工资就给你爱做不做滚蛋，有的是人做，对吧？那女孩子呢，如果有点姿色的话呢，要么就嫁给那个有公民身份的那个华人老光棍啊。或者那个白人穷鬼啊，白人人渣junkie 那个，说不定就是刚 junkie 就是那个瘾君子，对吧？那个拿绿卡，必须跟美国公民有美国公民身份的人结婚才能拿得到绿卡啊。但是很多女孩子中国呀，就发展中国家啊，那个非五眼联盟国家，俄罗斯的、乌克兰的、印度的、巴基斯坦的，包括中国的那些到美国去嫁人的女孩子，很大一部分结婚没多少年拿到绿卡了就离婚了，拜拜。为啥？本来他没有感情基础，不是为了我爱你，在两情相悦，我真喜欢你，你某些地方我很欣赏，我才跟你结婚。不是我为了绿卡，我绿卡拿到了，我陪你白睡了那么多年，你还想怎么样，对吧？那个心狠的，我还分你一半财产呢，离婚了，对吧？心不狠的就算了，你别跟我搞了，咱们签个离婚协议，拜拜了，对吧？
要么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有点姿色的呢，就是说熬不了那个吃不了那个苦啊，也看不到希望，怎么样就去下海就去按摩院，那些或者或有些华人黑社会开的那些暗娼馆啊，就是那个地下妓院去做皮肉生意了。这个就一入那个怎么说做了这一行就是永远上不了岸了，你知道吧？然后那帮特别那帮黑社会啊，黑社会就把你扣住了，就天天为他们赚钱，为他们赚，不是为你赚钱，为他们赚钱啊！你甭想走，想走，护照都不扣着，再想走揍你一顿，你还想怎么样？再不行给你打2声海洛因，你全完了。我的男人比女人还更惨啊！没身份，没有一技之长，只能打黑工，看不到希望，时间长了心里就会变态啊！前段时间旧金山一个福建农村黑在美国的小伙子，打黑工打了7、8年，赚来的钱全去交给黑心的移民中的华人移民律师去办政治庇护了啊！我前面说过了对吧？美国移民局那个 USCIS 现在可不傻，精着呢，绿他就肯定没办出来，被拒掉了。辛辛苦苦打工了7、8年的那个血汗钱全打水漂了，他心里变态，心里失衡了。不知道哪个脑筋大错了，还是那天喝酒了或者怎么样，就他借助在他表哥那个一家，表哥表嫂包括2个孩子，借助在他们福建人那个乡亲关系也是还是蛮讲究了，说过去把表哥一家全杀了，孩子老婆把表哥全我估计他一下受刺激，他就性就像比凤姐那种还就信心崩溃了，看不到希望，完了然后去自杀了。我看这种啊，真的太让人唏嘘了。但是这种虽然属于极端案例，但是有这种那个福建那个小伙类似的情况的这个在美国的黑下来的华人有很多很多。但是美国人口普查是肯定没法普查到那部分人的，我估计有好几百万在那边。这群人，他们这群人状况是最糟糕啊，进退两难，你知道吧？留在美国吧，没有合法身份，没有钱，不懂英文，没有大学文凭，没有一技之长，只能打黑工，要么就混黑帮，要么两条路，要么被抓进去坐牢，坐完牢立即遣返，要么就被人打死，对吧？死了白死。要么就是还有一条路就是给法轮功去上班举牌子，那也可行，那也行。那哪天然后去举牌，他这还幻想哪天就是能靠举牌子2张照片去混个政治庇护、政治难民的绿卡单，他妈的想都别想，这说明生存那帮人啊，生存艰难，在美国生存很艰难的，我跟你讲。也挺可怜的，但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知道吧？那回国吧，又觉得没脸见人了。原来出国前都是胸脯拍了乒乓响啊，牛皮吹了半天响，对吧？结果到了美国好民主自由怎么样发财了，然后到美国那个实地一看，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对吧？有些人还借了好多债去美国了，对吧？如果有些但是过了若干年，打黑工慢慢把那个债还了，但没发财，没钱，你只能糊口饭，只能活着，有什么意思的？生活质量一塌糊涂。好多当年就是说乡下不如他的人，家里穷的人，现在通过这几年做生意努力，或者跟你讲拆迁啊，运气好了拆迁都发财了，你知道吧？拆迁都发财了。那种人，连死的心都有了，你说叫他们怎么能回国？回国那没面子了。我跟你讲，真的面子害死人啊！那我跟你讲，在美国没有合法身份的黑户口那帮人是最可怜的，是最惨的，真的。第三部分还有什么？就是逃去美国的那些贪官和家属啊，还有被通缉的红通啊，被通缉的那些经济犯罪的被通缉的那个经济犯罪人，包括前2年那个P2P 对吧？好多人卷款潜逃，那帮人卷了一大笔钱，都是几个亿、几十个亿啊！有些那个厉害的案子是100多亿都有啊，包括什么令计划的地点令完成，对吧？还有什么？我们那个国内也通缉的那个诈骗犯郭文贵，新中国联邦的大总统郭大总，对吧？那都是这种人啊，但是呢，这种人呢，除了郭文贵这个傻逼啊，那么高调，他为什么那么高调？那个反共呢？他就为了搞政治庇护，又搞不出来，对吧？因为呢，据说这个美国 FBI 还是 CIA 就是查过他全是骗人的，说他是原来那个国安的中国国安的那个多少那个是情报人员，去他妈，人家都查得到，你知道吧？全是骗子啊！他就最多是个线人，有什么用啊？你这种线人他妈几百万不是几千万了，对吧？哎呀，所以你看郭文贵这种没有文化就是吃苦啊，早点来咨询我的，我得给他出主意，对吧？这个傻屌，我跟你讲啊。但是这帮人呢，
如果在一般都是很低调，你看你听得到那个令完成的声音吧，对吧？你其他那些红通的人根本看不到，但是他们都搭了一大笔钱过去，买了最好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的房子，住在某一个小岛上面，或者某一个安静的那个富人区，家人也在那边，家人都有合法身份的，挺滋润的。只要不高调啊。你没身份没关系啊，因为你不出去或者家人掩护着跟你出去或者一起出去，没人或者才来不管你，才不来管你，不要犯罪，你不要出那个车祸，你如果那个开车那就没法开车，因为你没身份没法考驾照也没法开车，对，都是家人开没问题啊，过得挺滋润的那帮人，但是绝对数量很少，我估计就是几万人吧，对吧？毕竟很少数，对吧？那第四种啊，还有就是什么合法移民啊，合法移民包括大部分属于那个还有什么家属团聚的移民啊，职业移民、技术移民、跨国婚姻啊，还有一小部分投资移民，包括我前面说我那帮那个生意上的朋友，对吧？有一部分是投资移民，他有点钱，但钱不是很多，对吧？钱不是很多，那么投资移民也有，但是绝对数量也不多，但是家庭移民跟职业移民也不多，家庭移民是最多的。那么我查了一下。那个这帮人呢，其实就是到了美国，经过自己的除了投资移民啊、技术移民和家庭移民，到了美国安定下来之后，经过自己的中国人多聪明多勤劳啊！我跟你讲，一般的人，为什么中国人到全世界各地，东南亚你看全是华人的世界经济圈，对吧？你只要肯干努力啊，没几年你就有房有车有什么都有了。就咱们，我跟你讲，我中国人是最优秀的人种啊！我查了一下。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啊，1980年到2012年，中国出生的人，包括香港，获得美国绿卡的人数总人数为163万多人啊。那32年一共163万，每年5.1万，平均每年5.1万。那2012年到2020年8年，那么我算他每年5.1万左右呢，就是41万。那么预计这部分人那个合法移民在美国的人数大概205万左右啊，205万到210万左右，对吧？也不少，200多万人了，是吧？一共440万嘛，去掉40万留学生，220万，180万那个其他类型的移民，中国人，对吧？还有政治难民啊，接下来第四种就是这个政治那个申请政治庇护的，那是哪些呢？就是那些反贼啊、恨国党啊、卖国贼，就这帮人啊，法轮功，对吧？拿64血卡，89名媛拿64血卡，那帮所谓的民运分子，他们叫血卡啊，藏独、疆独、港独、蒙独那些民族分裂分子，对吧？啊。拿绿卡还有什么呢？就是说，因为犯了那个颠覆政府罪或者其他政治罪名，在国内坐过牢的那帮人，那么比如像我叫什么名字？我想方一之还是刘晓波，当年判了刑以后出去了，就也是跟美国谈好的，就是美国说你放出来吧，我留他，别在国内搞了，你在美国骂共产党不管你，对吧？那帮人那帮人是可以申请到政治庇护了，因为坐过牢了，对吧？付出过代价的，什么事情都是要讲代价的啊。那帮人不是很多，我估计这帮人乱七八糟加起来也就几十万。我跟你讲，有身份的啊，没身份的不算，有没身份我估计至少100-200万，至少，对吧？其中以法轮功的人数最多。对吧？还有法轮功的有身份，还有没身份的，没身份都是什么？就我刚才打黑工吃不了苦了，看不到希望，索性去法轮功去上班了，对吧？拿工资，每天举牌子，对吧？那些反华反共的恨国党组织啊，汉奸卖国的组织背后都是由那个美国的 CIA 啊。还有美国国内各种利益集团资助的那 NGO 啊，就是非政府盈利组织，还有什么台湾的情报机构暗中提供资金，他们才能活到今天啊！到处做广告，媒体什么广告，全世界各个地方去组织人发工资去举牌子，法兰达法真山人怎么样什么，对吧？我跟你讲，那钱哪里来？就那帮人提供的，你知道吧？否则那帮人白痴一样的人在美国怎么能活得下来呀？美国不是个讲究仁慈的地方啊，美国绝对是那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那个地方，对吧？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对吧？相比中国政府啊，这些年是花了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去西北部和其他那个穷困边缘地区去扶贫、去解困，因地制宜，对吧？各级政府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推出各种不同的那个扶贫解困政策，对吧？有些地方发展旅游业，有些地方发展农家乐旅游业，有些地方发展农业养殖业，对吧？就是根据各个还有加工业等等啊，
不一而足啊。我记得我有一天看过一个电视，就是有个边远山区的一个山村啊，那个有个地方不适合居住，那么当地是为了扶贫了，穷的要死，多少年穷了几百年了那个村啊，那个当地政府为了扶贫啊，那个财政预算拨款也到位，就索性在山下面某一个靠近那个县城那个好地方啊，划了一块地，重新造了一个小区，造了一个像村落一样，造了一个村，5通1平全到位，免费帮你们那个水电煤什么5通1平，网络都有。帮你们一家一家挨户，还要跟他们谈心，劝他们因为那个恋土情节啊，中国人啊，哦哟，我这里住了几百年啦，我的老祖宗都埋在山上啊，劝他们那确实不方便啊，那个对吧？穷的要死，然后搬到下面新居，然后都是那肯定住的好，5通1平都是好房子，2房1厅3房1厅怎么样？还提供工作啊，那个县城还是怎么样？那开心死了，人人脸上洋溢着满足的微笑，满足的笑容拍下来。我那天正好看到，我为什么看我又忘记了？你说扶贫政策真的好，我跟你讲啊。那么这目的就是让那些边远山区的贫苦百姓啊，那个脱贫，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过上那个比过去要好得多的生活，对吧？那个扶贫，我跟你讲，现在是各地的那个当地的各级的政府啊，考核政绩的重要指标啊。除了 GDP 对吧？扶贫对吧？那些边远地区的那个底层的老百姓啊，怎么能不发自内心的拥护共产党？我看啊，共产党好，共产党万岁，对吧？我还看过，我跟你讲，看到说到有扶贫，我又想起了一个视频，那个一个片子，就是好像一个视频，不是片子，网上流传的，那个驻村那个扶贫干部到一个穷过户去，那个去跟他谈，就是要帮他那个弄养殖业，帮他怎么叫他干啥这个那个老光棍一看头发胡子老长了，家里一看家徒四壁啥都没有，然后人家那个就最后那个人那帮人那个驻村干部最后被人这个截屏下来，那个人你们那个给我一个女人吧，我操要女人，那个扶贫干部。我真郁闷死，就是结结吧，你们这个是2个人的事，要谈感情没感情不行啊，你要努力啊，对吧？你先脱贫了，你才有女人啊！我笑死了，那个视频我看到笑死了，我跟你讲，我其他不想钱了嘛，钱不想不好好那个提高生活，想女人，那也是生理要求啊，在想女人，但你也不能这样，对吧？那就是这什么说你胖你还喘了，你们对吧？哎呀，树根子爬了。我现在找到一个主意啊，各位老铁们啊，你们听听啊。因为很多边远地区啊，国内光棍还有国内其他地方不是边远地区啊，有些地方也是家里穷或者怎么样，对吧？工作不好，没办法，运气要报酬，找不到老婆，这好几千万，我估计好几千万国内男光棍找不到老婆，这一个社会绝对是个不安定因素啊。那以后啊，我就讲。等台湾问题解决了啊，以后如果有机会啊，那个中央决定那个收复藏南，解决那个中印那个困扰我们中印几十年那个边境问题了，对吧？进行那个肢解印度啊，一劳永逸的解决那个中印边境问题的时候，我以后我有机会，我找机会，我专门做一个视频，做一个节目，那么好好讲啊，怎么那个肢解印度的方案，对吧？让大家过瘾，对吧？那将藏南地区，包括印度东北那个曼尼普尔邦啊里面的那个单身适龄妇女啊、寡妇啊，怎么样啊，对吧？移民到中国国内来啊，给他们优惠政策，也不是强逼的，给优惠政策，对吧？甚至给点补贴，来撮合他们国内的那些光棍，对吧？成立家庭，老婆，不管是外国人也行啊。那藏南和曼尼普尔邦那些的地方的人呢？那个地方啊，原来是属于古代的那个吐蕃控制下，吐蕃你知道吧 ？Tibet 就西藏那帮农奴族那帮人呢，或者活佛啊怎么样控制下来啊？那个控制的地盘，那边的人种呢是黄种人，跟藏族人差不多，所以跟我们汉人也差的不是很多的，你知道吧？跟那个南亚的印度黑鬼啊，黑人啊，外貌相差很大的，所以。我认为国内的光棍们还能接受，对吧？还能接受，免得他们被那帮南亚的黑人，那帮黑的印度人给白的轮奸强，因为印度现在已经全世界知名的强奸之国了，对吧？强奸之国，因为什么？说到核心了，印度的男女的极端的不平等啊，妇女地位极低，它就是男人的附属品啊。还有呢，万恶的种姓制度，被强奸的印度现在我看下来啊。印度绝大多数那个每天有人统计过，从2年前到现在每天啊，印度发生要83起强奸案
里面是绝大多数那个女性是低种姓的。哎，你说种姓制度，万恶的种姓制度害人啊！我跟你讲，大部分低种姓的印度女人啊，没文化，不识字，她被强奸了也只能自认倒霉，对吧？前几天发生过一个案子啊，令人很恶心的，一个19岁的印度低种姓的女孩子被一群高种姓的印度男子轮奸致死了。致死之后呢，那个警察到了吗？那警察都是世袭的，就是我们过去衙门一样，那个都是世袭的，国家不管，工资福利全靠自己去搜刮地皮啊。那么那个张博这样办案，收集证据了，怎么样？那么那个肯定是那帮高种姓跟那帮警察买通了或者怎么样了，或者还有就是因为高种姓那个，我是高种姓，你那个低种姓这不是人啊，四脚羊啊，赶紧烧了。警察真的会把那个女孩的那个尸体啊，这是物证啊，烧了呢。然后家属不是打官司嘛，那个刑事案件嘛，死人了，家属要去，我要那个证据。法官说，你提供证据啊。那个警察怎么说？他警察说，你们那个祖父授权我把尸体烧了。因为他像我们过去古代的那个中国一样，就家里人老人说，男性老人说话是很有分量。祖父2020年了啊。他那个祖父据传2006年就死了，就死了的祖父给他授权把女孩子孙女的尸体被轮奸的尸体烧了，就让人查不到 DNA。 我靠，这什么鬼国家？我靠！我跟你讲，就从这件事情看啊，这个低种姓女人在印度的地位是如何的低下啊！被男人随便强奸啊，法官都觉得无所谓，法官就是很随便的，不当回事儿。就是我跟你讲，就说那个藏南啊，跟曼尼普尔邦的那帮女人啊，适龄妇女啊，包括岁数大的45岁以下，好吧，或者寡妇啊，嫁给国内中国的光棍也比在印度的那个在印度被人的轮奸、白轮奸、强奸强，或者那个强奸致死强，你信不信？我讲中国是目前全世界男女平等做的最好的国家，最好没有之一啊。要是现在为止，全世界各国还是男权世界，对吧？毛主席当年说什么？妇女能顶半边天，对吧？中国早就实现了真正的男女平等啊，男女同工同酬，没问题吧？对吧？同工同酬，这个绝对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我跟你讲，英国、美国民主灯塔吧，发达国家吧，到现在为止啊，英国、美国男女是同工不同酬的，同工不同酬。同样的职务，女人的收入比男人就要少1/3，没话说的。女人也不抱怨，因为你想美国啊，你现在一人一票啊，民主自由，美国的妇女在1970年还是我忘了1969年才拿到投票权啊。美国的妇女啊，你想想看，现在才过了50年而已，就50年前才刚拿到投票权啊。然后美国妇女就因为女权运动就是因为要为这就是男女平等而产生的，你知道吧？然后女权运动又过分了，变性解放了或者怎么样了，那另说啊，对吧？还有一件事我跟你讲，那最能够解释男女不平等是什么？表示男女不平等什么事呢？欧美女性啊，特别是英美地方啊，女性结婚必须要冠夫姓，对吧？就是他们的姓在后面了嘛，对吧？娘家的姓不能用，他们叫那个 maiden name 不许用的。谁跟这个坏习惯，跟那个男女不平等的坏习惯跟得最起劲，你知道吗？香港那帮二鬼子，那帮那个洋买办，对吧？他女人代表你是3个字的女人，3个字的名字，他变4个字了，对吧？这让人笑死了。他们不以为耻，反而以为荣啊！你说这让人笑话吧？咱们。对吧？某位特首，对吧？也是4个字，我不点名了啊，自己去脑补啊。哎呀，殖民地的那个印记，我跟你讲，什么都不学，不好学这个。咱们古代中国人都没有把女人名字改成夫姓啊，就是名字你原来姓张啊，张氏，对吧？你嫁个老公姓王没关系，你还是张氏，因为你娘家姓张啊。我们封建吧，怎么样？还是尊重一点那个娘家的权利吧？你说是吧？欧美人说你连你娘家的姓不要了，你那个祖宗的那个 family name 都不要了，对吧？用男人呢，你就充分显示他那个男权，就是对女人那种附属的那种占有啊，对吧？就充分显示出来了。说好，不要去那个，哎呀，也要去学你好的，我们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糟粕。男女不平等，歧视女性，这是糟粕啊！我早就说过了，对吧？还有一件事啊，印度那个鬼斗，我以后我专门做一集，我现在开始我专门做一集讲印度的。我记得简单说一下，印度缺少一个秦始皇。秦始皇最大的贡献是什么？统一列国，然后什么书同文，车同轨，书同文，对吧？印度据说有100多种不同的语言啊，方言不同的方言，完全听不懂的啊。有20几种不同的文字。英国的钞票，现在货币，英国的卢比上面印了20几种不同的文字，都印上去，说明我们是那个联合的 United 对吧？那个 Republic 共和国啊，尊重每一个不同的民族和文字，你知道是吧？还缺少一个毛泽东啊，他没有实行彻底的土改，意思土改，他目前还是那个大地主啊，掌握的那个全印度各个邦、各个自治邦啊，就是土皇帝土司，就像西藏那些土司一样，绝大多数土地都被他们掌握了，还好像有将近10亿多农民佃户就租用他们的土地，就像我们过去封建王朝一样佃户啊。然后呢，还有什么问题？万恶的种姓制度啊，一定要是废除。然后呢，扫盲，为什么？他文盲率很高的，他好像就我上次说过，印度真正那个高种姓的那个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的，在班加罗尔那边混的，或者在国外混的，就那1亿多人啊，其他都不是人，其他都是不可接触之人或者四脚丫，不是人啊，长到人的脸不是人，在他的脑袋里面。他扫盲的标准是什么？你会写自己名字，你就不是文盲。我靠，我们好像我记得我看过一份报道，毛主席我还说我一定要做一期，就是说新中国前30年和旧中国的比较，新中国前30年的工业成就，包括文化那个识字算文化类的，对吧？我跟你讲，我记得扫盲班是500个字吧。你想印度他妈的你会写自己名字就 OK 了，你不是文盲了脱盲了，我靠，这个什么鬼东西啊，对吧？还必须要推广那个真正的推广义务教育，每个人啊，包括地种姓，所有人都要义务9年制教育。为什么？你要去好好的培养他的工业人口。我们中国为什么7、8年改革开放一下子起来了？我们有多少亿的那个比较高速的或者接受过基本那个工业那个技校、职校、中专，对吧？那个接受过比较成体系的那个培养过的那些高素质工人，我们才有那个能力去。你看流水线什么唰，只要你过来，你跟他培训班上2个礼拜，他就能上手干了。小印度人想把牛粪里面泡牛粪里面好好泡吧，再喝几杯牛尿再说，恒河水还再来一碗恒河水啊，再来一碗恒河水。就是还有这么，就是真正的去砸烂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不做到这几点啊，就是什么啊？土改，废除种姓制度，扫盲，对吧？男女平等啊，4点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培养推广义务教育，这5点不去真正的做到，印度永远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更别说什么一个强国了。他现在跟我们比，这很多人不印度厉害，下个世纪是印度的，那懂个屁，全他妈白痴，不读书没文化。这5点做不到，永远就是被我们踩在脚下摩擦啊！我希望解决台湾之后啊，慢慢的着手考虑肢解印度啊，为我们子孙后代要把这个困扰我们几十年的那个问题解决掉，它就是以后就是个毒瘤，你知道吧？好吧。这次新冠疫情，中国政府对武汉的及时封城，有效的遏制住了新冠病毒的蔓延。现在又开足马力生产防疫物资，当时又开足马力生产防疫物资，提供给全世界那个国家，对吧？运用高科技、大数据、健康码监控每一个人的状况，因为在很短的时间，我记得1个半月还是2个月，对吧？就遏制了病情的蔓延。很快的就会现在又很快的将会生产出足够而且价格可以消费得起的新冠疫苗，作为公共产品提供全世界人民遏制疫情，然后恢复经济。最主要的是遏制疫情，恢复经济。你疫情遏制不住，就是恢复不了经济啊！一波来一波，直到崩溃。崩溃之后会怎么样呢？人口大批量死亡，我跟你讲，然后国家就解体了或者怎么样了，对吧？接着要不就是发动战争，但是发动这没用啊，人都不行了，没经济。打仗就打钱，现在社会，对吧？现在那高科技的战争，这次疫情，中国是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我跟你讲，
据我国著名的战略忽悠局政委金灿荣同志亲口说这次疫情经济损失达5万亿人民币我的天哪，这天文的数字但是话又说过来，你花再多的钱，有中国人民的生命重要吗？对吧？人民最重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说了，对吧？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能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保障了人民基本生活，十分不容易，称之为艰。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5万亿一季度经济出现负增长，生产生活秩序受到冲击，但生命至上，这是必须承受，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我非常赞同你说这种政府，人民我们底层全国人民老百姓不支持他，支持谁支持你那帮美国的那帮民运分子，法轮功郭文贵、郝海东，我靠，什么他妈烂货，什么他妈人渣，对吧？天天我天天在美国骗那帮傻逼的钱，你知道吧？那个什么郭基金蚂蚁基金你去骗吧，就是哎呀那帮人不说了。我们在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我们比较看一下美国政府做了什么相比美国政府对本国人民死亡22万多的人那种冷漠川普政府恬不知耻了，还说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本来要死250万人，现在才死了1/10不到，这种话说可是人吗？不是民主自由不是人权博爱吗？哪里去了？狰狞面目终于露出来了那采取什么放任和不负责任态度，不管，还忽悠别人不戴口罩，要勇敢 brave， 对吧？要那个 tough guy， 就那种对吧？反智反科学那政府为什么为了资本家的权贵集团、资本家集团的利益不顾疫情的扩散，拼命要求人民复工复产？因为死了再多的人，跟他们没有那帮资本家没有1毛钱的关系，对吧？钱少，但是资本家钱少赚了或亏钱了，他们无法忍受。这就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真的，好好想想，这是经济学中学的孩子的小学的政治学怎么？万恶的资本主义就是每一分钱滴的肮脏的血是吧？另外川普政府还拼命的甩锅抹黑中国，对吧？说什么 China virus， 对吧？来逃避美国的责任这种说法他就是 American virus就是那个美国陆军生物实验室弄出来的，绝对的，我没有证据，但是我可以100%的绝对说还有那个疫情期间，对吧？他像海盗一样的截胡截流强买机场加倍给现金，还有那个其他的海关什么飞机场强买他自己欧洲盟友的防疫物资我跟你讲，在各个世界的组织那个卫生组织还有其他组织退群，对吧？同时跟自己那个盟友欧洲盟友北约盟友翻脸加征关税，跟那个加拿大跟什么英国还有什么法国加征关税，他不要脸了，他就极端的自私自利，对吧？那极端的自私自利，我跟你讲，那个现在的美国政府川普政府美国政府现在各个族群撕裂，对吧？暴乱分子上街打砸抢烧，对吧？零元购，所谓零元购不要钱，就把玻璃砸了就能拿，就是零元购，对吧？白人至上主义抬头那个大选那个两党互相撕逼、互相造谣、互相攻击。前2天不是说什么那个拜登儿子那个电脑他们叫什么？拜冠希，对吧？有人陈冠希不是那个电脑硬盘嘛？那个拜登儿子那个叫什么，也是那个冠希，对吧？这个是后来传说是假的，具体谁知道？反正无所不用其极，互相攻击，不管你美国国家、美国人民死活，全不管。他只要什么党党的那个小集团的利益，他就是这个恶性那个所谓的党争所谓的民主选举就这样选出那帮傻逼，然后那个党争我们都经历过了，玩过了，民国对吧？议会制100多个政党，然后明末东林党争，你看明末崇祯皇帝外婆上吊死了。临死之前的那个批发，对吧？没脸见列祖列宗用血写了一份那个遗诏。都该杀，文官都该死，全部该死。叫李自成不要那个害人民，都是政治错误，具体我忘了，就这个意思那帮文武官员全该杀，活该。李自成进城，那个叫什么追赃助饷，全把他们干掉了，全部拿过来了，8000多万两白银，8000多万两活该他们以为换了个皇帝就能好过吗？想都甭想。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现在国内那帮公知带路党和反华分子、反共分子你以为你把共产党推翻了，包括党内的那帮那反体制的人，包括蔡霞对吧？阎立梦之流的，你以为你把现任共产党政府推翻了，你有好日子过吗？我跟你讲，
还商谈回来了，第一个就搞你们啊，因为你们是既得利益者，你们拿了最大的赚了最多的钱，拿了最大的好处，不搞你们搞谁啊？搞我们老百姓吗？那傻的要死啊！那些令人恶心的丑恶行径啊，让全世界人民对美国都失去了信任感，对吧？心生厌恶。美国人在二战后啊，那花了几十年，花了大价钱大力去吹牛逼啊，好莱坞电影啊，就营造起来的那个所谓那个美式那个价值观和他的那个 reputation 啊，那个声誉啊，彻底崩塌了，对吧？彻底崩塌了。那要照亮整个世界的灯塔国已经不存在了，不存在。说实话，现在灯塔国不是褒义词了，就是调侃的词了，你知道不？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对吧？现在各个国家啊，世界上最安全的，成为世界经济正增长的安全岛是哪里啊？是哪个国家，对吧？那谁更有资格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学习的灯塔国呢？对吧？再自己想啊，那就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啊。看了我的节目啊，你会觉得更爱国，民族自豪感会更强啊！我们中国人民是中国人啊，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没有之一啊！犹太人排在我们后面啊！本节目已经讲完了啊，各位老铁，你们的点赞、订阅、评论和分享是我继续做节目的动力啊！希望点赞、订阅、评论和分享，谢谢大家。